好，诸位观众、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傅文英傅老师，再次感谢大家收看《寰宇惊奇》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讲的主题，连续上次星际旅行。上次星际旅行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的理论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以现在目前地球的科技，基本上来讲，太阳系里面勉强差不多。比如说最后一次是航海家1977年的，一直到最近才冲出了太阳系，也就是整个太阳的这个 bubble 这个气泡，整个来讲它的速度也不过17公里每秒，相当快。第三逃逸速度快一点点，这是人类所能达到最大的速度。超过，对不起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根据离太阳系最近的一颗恒星叫比邻星，离我们大概是4.2光年。如果你要到达这颗星，用我们现在的速度，对不起，那要数十万年，数万年到数十万年不等啊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我们现在的技术只能在地球上面、太阳系行走。也就是譬如说，我们骑脚踏车，你只能U-bike 只能在校园家里附近走走。但是你要叫骑 U-bike 从这个美国东岸跑到西岸，从台湾这个北跑到台湾南，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啊。所以说，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就是配合什么样的地方啊。所以目前来讲，我们这个技术是办不到的。但是今天我要讲一个很奇怪的特例，这个例子就叫做泽塔双星行动。这个行动我顺便写一个终极报告，大家可以上网去查，它的分类叫 TS。什么叫 TS 呢？ Top Secret 极机密啊。那么现在有没有解密？应该是有解密，不然我也不会讲这个资料。那么是真是假，留待大家观众跟听众的智慧来自行判断。好，这是这本书，主要是这本书出来，叫 Secret Journey to Planet Serpo SERPO， 然后下面要注明一个 A True Story of Interplanetary Travel， 就是说这是一个星际旅行的真实故事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左边我的字红色的字，上面写1965年7月，12名太空人被带到一艘外星飞船 Serpo 行星，在那里待了13年，作为一个星际的交换。那外星人有一个留在，我这边是说美国政府，其实是美国政府在主导。那么直到2005年 ，OK， 那么因为email 很畅通，所以有人 anomaly 匿名的方式把所有的资料一步露出来，然后他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注意时间2005年，注意上面的时间1965年好，我们看下一页那这本书上面写的是1965年从地球上出发，就等于星际，等于第一次是外交星际直到1978年回来，中间13年，乘坐了一个反重力超光速飞船，经过虫洞到达 Serpo。 我这里面特别要讲，因为上次我讲了几种方式，你要想到光年级的 LY 光年级的星际去，对不起，地球上目前的化学能量，不管你是核能，不管你是化学能，都是比较来讲不适合人类现在的寿命，因为人类的寿命太短了，只有最多100多年。OK， 所以这个任务呢 ，Mission Requirement， 它的任务呢是什么呢？了解外星人的文明与社会科技发展的状况，同时进行跟星际外交。伊本人 EBEN， 我们称为伊本人，他的代号是灰人，也帮助美国相对发展高科技，这是他的任务。下面一张就是虫洞，我接着我上次讲的故事。上次我们讲过虫洞本质上是空间的一个隧道，基本上你可以通过隧道在中间穿越，但是虫洞是不稳定的，如果有人要穿过，那么它可能会坍塌。为了要安全起见，所以科学家利用反重力但是这是科幻，目前是做不到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其实根据相关的资料，美国在1942年已经在开始研究反重力
物理学家说，我们有可能无法收集足够的能量，因为你要到达这么大的虫洞，让虫洞不坍塌，你所需要的能量，可以说把整个银河系的能量放进去，还勉勉强强。以我们现在的科技啊，所以如果有虫洞，我后面红字很重要，它必须由先进文明建造，同时由先进的文明打开。不是我们啊，我们是被动啊，它要打开来我们才可以进去，它不打开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去。好，这里面说明这个故事，我要讲一个证人之一。这个人是 Learjet，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喷射机，像波音70、Airbus 300、Airbus 380，这都是大型400人以上的飞机。但是有小型的，美国有钱人或者台湾像王永庆王永在，他们可以用小飞机喷射客机，然后来回这叫做洲际型的小飞机喷射机。那最有名的一家公司之一叫做 Learjet。那 Learjet 是谁创办呢 ？William P. Lear。那这个人他的儿子呢叫做 John Lear， 这个人是在航太界非常有名。他把这个故事来看了一遍，他说他相信这个故事部分真实。他根据他的联系，他相信我们真的去过泽塔星。然后下面呢，《Star Wars》这部电影里面有2个双星的星际大战，也是取这个景，但这是后面这是后面。这个我只是提一下好，这个1983年最主要这个资料是1965年去的星际旅行，但这个资料最早讲出来是1983年披露这个泽塔行动是美国一个空军中士叫理查西·多迪，他联系上很有名的琳达·浩这个记者琳达·浩等一下我后面会讲，这是一个你要研究UFO 里面比较接近 True Story 的。你就要看他的资料，他声称军方同一个外星种族有着秘密的合作计划，但是讯息不多这是1983年最早然后紧接着2005年，美国国防部情报的一位退休高官至少是副所长级的人物，使用匿名的方式向媒体披露了外星人合作计划的大概面貌。这是第2个。紧接着，因为他披露，所以网络上就有一个叫做 Victor 马丁内兹的这个名字发出了邮件，在 UFO 的网站上讨论，然后讨论1、讨论2、讨论3，不断的讨论，然后大家的验证 cross reference， 那么一个完整的泽塔行动就出现在面前，然后才有我前面刚刚讲的这本书出现主要是这个人1983年他先讲，但是他讲的不多。到了2005年，大量的资料才出来。那么这个里面我就要先提到一下琳达·浩，这个叫你要查琳达·浩，那就会出现别的人，你前面要加个琳达·莫尔浩 ，Moulton，你才可以知道就是这个人。这个人是Stanford 的一个硕士。那么他的专长有2个，第一个他研究 UFO 的这个屠牛事件大家知道很多牛这个被眼睛挖了，心脏挖了，割痕非常清楚，而且割的东西表皮下面没有东西，但是表皮上面还保留。他专门研究这个虫。第一个，第2个，他研究这个外星的 crop circle 麦田圈所以说1983年有人就把资料已经丢给他了，但是丢的不多所以是琳达·莫登号。好，这边开始讲了。2005年11月2号开始不断的解密出来了。那么他说他的名字叫做 Anomaly， 他就叫匿名，是一个美国退休的公务员他就只能讲这么多。他说在这个 UFO 的论坛上呢，有3个不同的网友根据不同的资料 cross reference 证明这个匿名者的真实性。当然前面的 John Lear 是另外一个那这个匿名人士说呢，他是一个退休的政府雇员，所以他是美国公务员。公务员他要拿钱所以他不能乱讲话，不然的钱就没有了。当他提到自己是红皮书的编辑时，我为什么用红字呢？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敏感，我想我在电视上也没有提过，但这个我也是根据这本书里的，不是我讲的他说这个红皮书的编辑的时候呢，那所有匿名者的人怀疑全部消失了。因为什么叫红皮书呢？红皮书是一个美国位居高位的政府官员都熟知的一本书，这是一本非常厚实的书，其中的内容包括1947年到现在
美国不明飞行物政府编辑的一本详细的资料说明，而且很有意思，每5年 update 一次，每5年它要更新一次红皮书啊。这个红皮书在这一个 Anomaly 的网名里面出现了，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又要从我说的罗斯威尔事件开始。1947年，不是一架飞碟坠落啊 ，UFO 我们就姑称它为飞碟，因为上面讲是飞碟，有2个 UFO 坠落，一个在西墨西哥州 Corona 的西南面，这个我已经讲过了。那 Corona 的西南面呢，第2天考古学家发现，马上通知林肯郡的警察局。马上消息传到罗斯威尔空军基地，就在它的正下方。那坠落的现场呢，详细检查，同时所有资料、所有的这个士兵排成一列，直接扫，把所有的可以找到的可能资料，统统剪光。就跟我们这个飞机起飞，尤其战斗机起飞的时候，前面所有的机务员啊、维修人员前面站一排，把所有的石头剪掉，免得 FOD Foreign Object Damage。影响到飞机的发动机，同样的方式，那外星尸体呢送到罗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，这个是高能量实验室，因为那里有冷藏设备，可以做冷冻尸体。然后坠落的飞碟送到还有 Dayton Air Force Base 啊 Peterson， 那么其中发现了一名存活的 EBEN 啊，这就是EBEN的外星生物体的缩写。以后我叫EBEN啊，隐藏在一个石头后面。该生命体它只喝水，拒绝吃任何东西。那么这个EBEN呢，后来就转送到 Los Alamos， 跟那个尸体放在一起。我这张照片就是说 Los Alamos 它的位置，注意看，我有几个黄色的点啊，左边的黄色点啊，左边一个，中间2个，右边2个，然后最右边有一个啊，最右边那个就是罗斯威尔。那右边再过来一点，第2列有2个上下的，上面就是 Corona 啊，下面就是西南面坠毁的第一个 UFO 坠毁的可能的地点。那紧接着啊，左边也有3个点，那就是第2个坠毁的可能地点。那最上面就是 Los Alamos， 所以你可以知道 Los Alamos 位置相对来讲跟它们的相关性。那最下面一个呢，就是 Whiteside 白沙湾。大家知道白沙为什么是白沙呢？就是这个常常原子试爆，所以它的沙都变成白色的了。好，这个是所有当时的相对位置。那为什么罗斯威尔？因为罗斯威尔这空军基地就在它边上，设备各方面最完整，就是最靠近我的最右边啊。那么这个相对位置，然后集体的位置，整个来讲是像这个样子。好，位置知道了，那我们看看。存活的那个外星生命体呢，叫EBEN 1呢，和我们进行了成功的交流。这是匿名者讲，匿名者他说是我，然后其他是我们，一直活到1952年的夏天，死于一种不知名的疾病。那这个幸存的外星生命体呢，成功的做了一个外交活动，并且告诉地球人，他星球所在的位置就是泽塔附近。那该EBEN呢，一直活到1952年，他死之前解释了许多坠毁在飞碟里面的物体，其中有一件是通讯设备，他就利用这套通讯设备跟他的家乡，也就是泽塔星做联系。好，这张照片是这本 Serpo 书里面的，不是我写的啊，因为这个外星生命很多，这个书里面写的啊，活的外星体做交流啊，但是他说他的职位只是一个维修的技工，他是挖矿的技工。很多事情他不知道。那么这里面说，1947到48年1年之间没有交流，因为这个语言不通。后来呢，有一位军医他发明了一种装在喉咙里面，让这个生物能够发出类似模糊的 ABCD 的音节，才有部分的英文发出声来。然后他告诉美国情报单位，他所获得的知识并不全面。因为他只是一个维修工人，而且是矿工，但是他把他所知道的通通告诉他们。这一张照片也是从这本书上来的，它的代号 EBEN 代号叫 J Road 啊，这个是在书上第6页的插图，后面有一张 reference， 我是从这本书上抓下来的。好，这个人里面讲了，他说外星人有一种是这是混合种的外星人，注意到。这是从法国的一个资料，
这个女的叫 Lisa 啊，她是从加拿大住的一个法国人。你注意到她自称她是一个妈妈是地球人，被这个带上 UFO adoption， 就是被绑架了以后生出来一个小孩，她就是那个小孩。那么这个资料是出于这个 Earth Mystery News， 简称叫 EMN 啊。你看这两个特色，第一个，她的眼睛比别人大啊，她眼睛特别大，她就可以做心灵沟通 ，telepath， 就是我们叫做第三只眼，心电感应，她可以透过这个大眼睛来做啊。你只要瞪着她看，你所有的心思都被她摄取住了。眼睛特别大，跟地球人不一样。然后再看她第二个阶段，她的鼻子边上很小。啊，鼻子很小啊，然后这边就有2张照片，这有2张照片，这个呢也是一样，右边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左边你注意他的眼睛很特殊，他的眼睛很特殊啊，这个很可能都是照这本书讲，可能都是外星人到现在他混出来的啊，下一代，这个就很有意思了，这个告诉你泽塔的位置，这张照片是美国 NASA 啊以及美国天文界公认的照片啊。大家可以根据我的网址抓到这个实际的照片，这是在地球看过去50光年之内每一颗恒星的位置。肉眼看到，我在地图上标了133颗星星，这133颗恒星很多都跟我们太阳系的地球很类似，同时这个恒星周围，我上次有讲过，也放过影片。美国的 TESS， 在这恒星周围，你可以用 transit 眼星的方式遮光，遮光度越大，表示这个星球越大啊。这样找到了有包括1800颗恒星里的1300颗恒星系统的若干的行星。那么其中恒星最亮的光度，这个里面是秀出来是10%啊。但是还有小的，那没有办法秀出来。然后我这边有一颗细的啊，我放大泽塔星在哪里？刚刚这张不是全部，对不对？注意到左下方，我把左下方这个星的位置放大。我把它放大以后，我蓝色箭头所指的就是 RET Zeta 这个字母 Zeta， 就是这颗星啊，就是这颗星。这是50光年以内的星星。啊，位置已经告诉你们了啊。这颗星它来自这个外星生物，它来自遥远的昴宿星或者是昴宿星及泽塔网状星系，它们都是双星，有2个太阳。那么这个外星生物叫Eben1啊，来自泽塔2。泽塔2在哪里呢？我下面会讲到。它呢，泽塔2是一颗恒星，泽塔2的第4颗行星就是四居带啊。上面SIEU SIEU，OK， 然后它的科技水平要超越地球数千年。然后这个生物说，数万年前他们就已经在太阳系里面呢巡游了，25000年开始探索地球，从25000年前到5000年这一段时间，他们在一个叫做蒙古利亚，照理来讲，这个应该是西伯利亚地域繁殖人类的助手啊。他是讲了这么多，那这个里面跟我们在西伯利亚曾经发现过很多奇奇怪怪的金属啊，超越我们的想象，不是我们现代工艺，也不是过去的工艺做出来的。既然在时间发现到它存在在那里，同时我一直很怀疑蒙古利亚有一个叫做1908年的东石大爆炸，这个是不是跟它有关呢？这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。那么这一个呢，它星球的人口呢大概是65万，整个星球上都有很多的小社区，而且有地下河流流到开阔的山谷。我这张照片就是它有2个双星，右边那个比较亮，左边那个比较暗，双星。这张图就是我从书里面抓下来的。正确度我不知道，但是这本书里的可信度是蛮高，所以我所有资料都是以这本书为主。刚刚讲了第1个坠落嘛，第2个坠落注意到1947年这1949 2年后了。1949年的8月，被2个农场主人发现，这叫做 Dato 的南部的
佩勒纳 （Pelona Peak） 山峰发现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地方比较偏远，他隔了好几天才跟西墨西州卡宠县的警局报案，因为路程高远，所以呢，警察局花了好久的时间才到现场。他拍了照，同时到了附近较大城叫塔提尔，叫做塔蒂伊，新墨西哥啊 ，Albuquerque 是新墨西哥的省会，旁边有个空军基地叫做桑迪亚，告知，然后他们派了一个小组把所有资料也带走，同时这里面注意有6具尸体，没有活的，都是死的。让这6具尸体呢，随后就存放在 Los Alamos。那这个尸体后来就是交换，跟国际外交交换的时候，通通送回了 Serpo 星上。然后这个呢，他们跟外星协调啊，因为它有通讯设备了。1964年在新墨西哥进行会谈，那么外星人降落，带走了他们的尸体，两边广泛的交流。同时呢，1965年促成了这个重要的交流活动，有12名顶尖的军事人员，10个男的，2个女的，他们训练有素，精通各种专技。同时，这些人的身份全部列为战场失踪人员啊。这些人当中有4个是空军的飞行员。为什么要飞行员呢？他们被培训如何操控 UFO， 一旦紧急状况，他要逃离这个星球，这跟科幻电影一模一样。那其他的还有下面的一些人，同时下面又有红字啦，外星人向美方递交了一本黄皮书。这本书记载了地球完整的历史，注意完整的历史啊！这个里面，我刚刚讲红皮书啊，我现在把这个外星生命做一个介绍。这个是红皮书上讲的，根据医学检验报告，第一个他身高，他内部器官，他身高1米到1.2米啊，1.1米，眼睛齐大呈昆虫状。我刚刚讲的混血种就是这样的，眼睛有多层啊。因为生活的紫外线啊 radiation 很大，所以它是不是有多层保护？嘴巴小，鼻子开2个小孔，没有牙齿啊，所以它是不是只适合吃蔬菜？然后手掌没有大拇指，只有4个指头，而且中间有蹼，脚小啊，呈网状。OK， 然后其他的啊，大家我这个上面有资料，我就不多讲，参考。我下面有一张图片很有意思，看到没有？4个指头啊，中间有蹼。这张照片从哪里来的？这张照片是1981、82年，我到芝加哥跟海尼克拜访、聊天长谈，他给了我一本书，他说这本书可信度很高，这是从那本书上拿到。那个是1981年，这个是作者是More M-O-R-E， 他说这个作者追踪的非常清楚，所以这张照片跟前面 Serpo 讲的那个里面的东西描述的是一样的，是我拿来的参考，手上有蹼啊。那红皮书还讲了，他说皮肤的组织，外星人皮肤组织非常坚硬，而且富有弹性。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它是可以抵抗强烈的太阳辐射？因为它有2个太阳，而且不像我们地球，它距离比较近。但是后面它的大脑比人类复杂，比一般人多了好几个脑叶。我下面红字。外星生物平均 IQ 超过200，平均大脑的容量是1800毫升，而人类是1350毫升到1400。那过去尼安德达人什么都不到1800多、900多啊，一直到山顶洞人啊开始慢慢超过1000啊。我最后一句话，他们可以根据所接触到的文明调整他的 IQ， 也就是你的文明比较高，我 IQ 自动可以调高；你的 IQ 比较低，我就可以配合你，我的 IQ 呢就跟你一样玩玩具、打石头 ，OK， 它可以做自行调整啊。红皮书最后一个，他说这个外星生物喜欢各种音乐，尤其西藏的音乐啊。那么它有一个手上有一个8角形的水晶球，当外星人拿在手里的时候，他可以看到图像，有点像我们的电视机。注意，但是它是8角形。这些图形是外星生物的本地的星球，同时还有注意数千年前的地球，它可以从里面看到过去的时间的地球，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啊。
好，正题开始。1965年7月，跟外星人进行了一次互访啊，星旅开始，星际旅行。1978年8月回来，他的降落地点呢，在内华达州北部的一个实验场附近，12名啊。1978年回来，原来是1975年回来，晚了3年，因为中间有问题，这里面没有详细的介绍啊。那么原来停留10年啊，后来回来。那么1965年和外星人交流。其中啊，12个人不同的专长。1978年到1984年，1978年就回来了，到1984年啊，隔离在一个特别的地方，8个空军、2个陆军、2个海军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2个人死掉了。好，这个里面整个计划，据说啊，在书里面没有，可以网络上有。是一个叫做哈利·阿特霍尔特的一个空军准将啊，这个人呢是特种部队，他做了很多事情啊，听说是他整个操盘。我这边做了一张表，我 Serpo 星际旅行共12个人，1965到1978，指挥官代号，因为前面都是数字，这个人代号要700，领队空军上校，他的成员有8个空军、2个陆军。2个海军，总共12个人，都是军人。女性有2个女性军人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语言学家。那他的职责呢？2个医生，2个科学家，2个语言学家，一个生物学家，一个安全人员。外带我前面讲的4个飞行员，随时准备逃离泽塔行星。然后 Serpo 的代表有2个人，伊本万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到1952年过世，存活啊，前面都是存活，讲了很多事情。然后到了 Serpo 星里面，外星人派了一个女性翻译官叫伊本兔，对地球人非常好。这边有个述说啊，他说这个女的如果手一荡接触到你，你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，而且你很多感性的东西全部出来。你只要一摸，他只要一摸你，他不摸你啊，你不知道，他一摸你啊，你所有生气发你都生不出气来了，很奇怪。但这个里面我没有讲，我顺便在这个地方讲。然后死亡，那有一个人死掉，叫308代号，他是肺栓塞，是一个医生啊。另外一名在泽塔星死亡是因为车祸。回到地球8个人，7男1女，1978年回来，留在泽塔星上留了4人，4人里面有一个因为车祸死掉，留了3个人，3个人里面到现在下落不明，因为书里面没有提到那个。Anomaly 匿名人没有提到，这个里面我要讲一个，就是这个308这个医生死掉了以后，这里面故事叙述到，我没有讲啊，我这边稍微提一下，在泽塔星死掉了以后，他这个尸体啊会充分再利用，他把你的血液拿出来，它可以让你器官手跟脚能够同时再长出来。然后他们再混合他们的东西，再做一个人，所以他们中间去要，因为这个大体是很大的一个东西，你要带回来，他们不给他带，为什么不给他带？因为他已经处理了啊，所以不是完整的一个 body， 不是一个大体。好，我这顺便提一下。好，下面我讲泽塔星，它离我们多远呢？啊，37光年，37光年。讲到泽塔星，我不免要讲到这个人。1961年9月19到20号，叫希尔绑架事件，在美国的新坎普顿郡，就是在美国大概东北方有这么一个州啊。他意识到他被2个小的男人强迫在森林里面绑架，但是他问他们的领导，那个外星人一个领导，他说他们从哪里来的？这外星人和善，给了他一张地图啊，给了他张地图。那么这个地图呢，我先看啊，这张图就是1961年9月16号。绑架下来哈，大家注意看哈，我这张图里面这个近照，对，最右边这一块有个垂直下来的线，就是它的公路啊，从 Niagara Falls 啊最右边最上面有一个黄色的点，那是加拿大 Niagara Falls 上面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小红色的点，那就是他们住的地方。他们晚上要回来，9月19号回来走美国的3号的洲际公路。在中际公路由北向南的路上，被外星人绑架啊，就在这条路啊。然后绑架这外星人给他张地图，就这个图啊。1968年啊，一个名叫这个费雪的一个业余的天文学家，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啊。他怎么做呢？他把这个星图天天吊起来，每一颗星看，然后呢去天上找，发现这个星图
就是39，就38到39，因为38.4了，39光年左右外的一个网力星座 Delta 星。那这个星座很有意思啊，注意啊，我这个都是在佐证这件事情哈。这是1968年他把这个新的位置找出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Bob Lazar， 那这个是很传奇的人物，他所有资料美国都不承认。他说啊 ，Bob Lazar 说他在这个 Area 51的西南边叫 S4的一个 Dreamland 梦想区哈，他发现这个灰色的外星人的很多的高科技在里面运作，他有参与其中。后来他逃出来，把这个事情泄露。他就讲到啊，泽塔星这个又一次一个人证明泽塔星的存在。那么好，泽塔星讲到这个叫伊本星，就是它现在这个星球上有2个太阳，注意红色的字，距离我们地球大概37到38光年左右。那么这个小组的这个去 Serpo 的星的人呢，花了9个月的时间飞到伊本星。你如果不开这个虫洞，你9个月怎么到得了37光年？我们到4.2光年都要数十万地球年了啊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他9个月就到，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他没有失重的感觉，但是频繁的感到头晕、头痛、恶心，而且还失去方向感啊。那么这个星球的人口呢，我刚刚讲65万啊。这个星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晚上看星空，往南面的方向看，在地平线的稍微上面一点，左边啊，可以看到网力星座啊，网力星座。然后有趣的是，我上次讲过哈，导播再拉近一点，在网力星座旁边有一个剑鱼座。你们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过，美国他执行了一个 TEES 这个侦查地外生命视居者的一个计划里面，最近他发现到在剑鱼座有一个视居区，剑鱼座离地球多远呢？100光年以外啊。泽塔星座只有37到38光年，比邻星是4.2光年。他们现在这是旅行就中间这个啊，38光年。然后剑鱼座，他告诉他有适合地球居住行星。大家注意到很多巧合，大家去看一看。所以是不是代表是说这个真实性有若干的可信度啊？他们不是到了这个9个月到了吗？这个指挥官特别记录了这一段，因为他们不能带摄影机，他是可以记录，可以带录影机。他说我们第一次登上这个行星啊，有一个很大的泽塔的人啊来欢迎他们带队。他说可能这是他们的领袖。很高很大。这个外星人说欢迎他们来到这个星球，然后引领到一个很大的开放的场地。他抬头一看，看到蓝色的天空，非常的清晰没有 PM2.5 的污染。同时看到有2个太阳，其中一个太阳比另外一个亮。我刚刚给大家看了图了，大地就跟沙漠一样，跟 Arizona 跟西摩伊哥类似，几乎看不到绿色的植物。那远处有起伏的山，除了尘土以外什么都没有。而且最重要一点，他们的眼睛受不了太阳的强度实在太大，所以 radiation 所以他们回来，在2002年最后一个死掉，原因很可能是这个太阳的 radiation 有密切的关系。那么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星球，这个星球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亿年，照耀它的2个恒星大概是50亿年的寿命。那么这就是伊本星的科学数据，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。这个星星直径比地球大7218差不多距离太阳呢，其实差不多有2个月亮它有2个距离太阳，因为它有2个太阳嘛，距离一个太阳是这么远，距离另外太阳这么远，这是它的本星距离它们这么远地表的速度，倾角注意，倾角是43度我们是20几度，它是43度，倾斜度比较高。同时，我有一个红色的字，据他的估计是38.43光年，所以37到38光年左右同时，它还有几个小的行星，有些是采矿那么伊本1就是从采矿的行星上到达地球上去，然后通知他们来太空船过来的好，这个里面他说开普勒定律在里面是不适用的，所以所有的时间对他们来讲完全不适用。没有时间参照，因为开普勒定律
尤其在椭圆轨道，相同的时间扫过相同的时间扫过相等的距离，所以说在两边速度比较快，啪一下就过去了，都是以时间为标杆，但是他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，所以很多地方他们很难适应啊。这个强光，因为他们原来住在南半球，他们后来最后选到北半球凉爽的地方啊。凉爽的地方，那么行星温度大概94度到115度，这个是华氏温度。注意，他说他们吃的食物跟纸片一样，没办法，到最后他带了40吨的食物全部吃完。那友好的泽塔人，他说这些人对他们非常友好，每一个新生婴儿出来事先都有计划啊，而且每一个建筑物都是有任务才需要才会动工建造啊，绝对不是文资馆啊。他说每一个人都是科学家跟工程师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该做的事情。没有谈到任何政治的事情啊。他说泽塔星上基本上是小灰人啊，它的交通工具地面、空中有一种像直升机，跟我们地球上一样，但是呢，它的计程车开的车都是漂浮在路上，没有轮子啊。同时，他说这个星球的文明已经有1万年啊，但是它不是土生土长的在泽塔的文明，它是从别的星球的文明延续下来的。最后，他泽塔星的研究报告，这个委员会撰写了一个厚3000页的报告，啊，令人意外的是，这8个人回到地球，陆续的生命去世，据称是受到泽塔星系上2个太阳的辐射导致。最后一个泽塔星，我前面有讲，2002年去世。至于留在泽塔星有一个死掉车祸，另外一个也死掉，还剩2个。这2个呢，军人呢没有回来，但是后情不得而知。好，这个里面。我就要讲下面的故事。我们现在放一部影片，叫做《第3类接触》啊，《The Close Encounter of the Kind》。为什么也要放呢？你们看看，等下我跟大家讲啊。注意到我刚刚讲的情节，跟我讲的时间啊，1965年去，1978年回来。注意65到78，这部影片是1977年拍的啊。他说一开始他们发现到收到一个讯号啊，这个讯号告诉他们有UFO 要过来啊，然后在哪里呢？在这个魔鬼塔啊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来的时候，所有的讯号电磁干扰，他车子也不能开了。这是主角。注意到这本书里面没有任何 NASA 的标志啊，等一下我会讲。好，这个 UFO 啊，不断的出现啊，不明飞行物，他就介绍不明飞行物你出现啊是。这个史皮伯拍的这个电影，第一次啊，他们要来地球了啊，是不是啊？要来地球，看到没有？发出不同的光音，哒哒哒哒哒，啊，用音乐来代表，然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跑去看到底怎么回事，然后他探讨啊，这个里面啊，然后最后他们这一批人看到他们要降落了啊，哇，他们小孩子看到，然后一个个看到来的时候各种不同的电磁反应。啊，然后魔鬼山，他说他们在哪里？魔鬼山，他用 telepath 心电感应的方式，这是主角，他用心电感应跟他讲魔鬼山。他说 UFO 告诉你，我降落在这个地方啊，看到没有？注意，12个人，你们仔细看看，12个人开始慢慢的上去，就要坐这个船来接他们到了这个地方，接他们去 Servo 星，啊，我现在放这个影片啊，现在就是说，这个预告片看到没有？这个外星人个子很矮下来，然后他们的人一个个上去，穿红色的衣服，数数看有12个。然后这些人啊，就是讲这个故事。好，我们现在听第3类接触啊，1977年的科幻片。1977年，注意到这个时间，刚刚那个时间是1965年到1978年，这个1977年拍的片子，非常的巧合啊。1977年啊，史皮克发现了发射的这个开的一部影片。注意到后面 ，NASA 给这个史皮伯写了一封20页的信，劝他不要拍这个电影。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 NASA 的标志，所以但史皮伯还是照拍，所以表示说是不是这个星际旅行的事件，史皮伯有若干的消息知道。1977年，我们前面讲的是1983年，琳达号知道，对，1977年他拍影片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，所以他拍了这个影片的灵感啊，看到没有 ？Video One 啊，刚刚放过了啊片段，他降落到然后地面上啊。12个科学家坐母船到太空，前面啊，这个都是影片里的12个人有女性啊，同时12个人陆续上去啊，戴了墨镜，看到没有？全部是戴了太阳眼镜
啊，因为太阳很大 ，radiation 有2个太阳啊，然后这些人上船啊，同时他的领袖啊头比较大啊，看到没有？跟我前面放的影片是不是差不多啊？前面有一张照片，哒，这个太空母船啊，经过虫洞到达 Serpo 啊，是不是这个？然后注意到这个里面第2个 Dr. J. Alan Hynek 就是海尼克博士，他在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客串角色，这个就是海尼克在里面的角色啊。所以海尼克的科学家基本上这个影片在开始的时候拍之前哈，所有的演员听他演讲，讲完以后这个影片开始拍摄啊。海尼克原来很不相信，后来相信，我也跟他合照过，也跟他以后再细讲我下面的故事啊。海尼克在这里面，所以表示说啊，第3类接触 Serpo 有太多的相似点啊。伊本星以音乐啊来说话，那他们也用5个音调的音乐，然后他们以手势与地球人交流，25年匿名信也揭露啊，手势交流，这个影片里面也是手势交流，这个里面也是10男2女，影片看到没有？这个 Serpo 也是10男2女，同时他说要超级太阳眼镜，最后他们是不是每个戴了太阳眼镜呢？对不对？而且如果这条船很大，可以将卡车把40吨的货物运到 Serpo， 那个船是不是很大啊？相关资料我在下面有 reference。好，所以说我在里面 Serpo and Close Encounter，Serpo 启发了 Close Encounter 的这个电影，在电影的最后一幕，红色的字看到一个更高的外星人，他们彼此进行了交流。12位太空人准备登上母船，同时远离地球。OK， 好，那么现在这个影片啊都讲过了，我们现在再放第2部影片。第2部影片，2000年太空漫游，就是人类真正在做星际旅行，必须要带一个 HAL 所谓的人工智慧的电脑。这2001年太空漫游哦啊，库贝克的哦，是1968年的影片啊。第1集，人类的技术已经发展好，要到木星上去。这个是大卫主科学家。最后到达木星的途中，这个所有的太空人啊被杀死啊，以月球为根据地，杀死这些人在月球上发现了一块巨石，这个石头呢对着木星发射信号，表示说地球的文明已经到了某种地步，它可以向地球外探讨啊。那么这就是2001年拍摄的一个太空船要进到木星的整个过程，这就是太空人的星际旅行中间的一部分啊。那么最后这个太空人因为做了一个动作啊，这个HAL这个人工电脑要把整个太空人杀掉，剩下了这个大卫啊。这最后的故事就是说，大卫不知道死了没有，但是整个船已经消失无踪。只有太空因为失重，所以说太空船在里面利用离心力产生。这个到目前的 Freedom 太空船还没有做到这里，这是月球基地。好，我们停在好，这个就是经过虫洞进到很远的地方啊，所以旁边的色彩啊，但它只是到木星，因为科幻电影嘛，但它的技术是虫洞的技术。这一开始说人类从猴子怎么样演进到了现在的高科技。好，那么这个最后我们要讲几句话啊，这个就说人类的未来啊，人类有必要飞出地球去吗？19世纪的苏俄的新旅的科学家齐奥考夫斯基曾经说，地球是人类的摇篮，但是人类不会永远活在这个摇篮里。开始时小心的飞出大气层，然后去征服整个的太阳系。今天太空梭已经穿出大气层，未来将以太空站为摇篮，太空梭为工具，飞向更远的天空。地球就是太空船。谢谢各位这一期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